这就算厉害了。在我心里，这样就是最厉害的。跟我这废物点心一比，他11岁就挑起整个家照顾老爹，简直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村里人总因为他长得凶就孤立他，可真碰上要命的事儿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永远都是他。别乱花钱了，别乱花钱了，眼看要过年了，咱得攒点钱，给你和爹扯2身新衣裳吧。给你做就行，俩大老爷们儿有衣服遮体就行了。才不要，我衣服够穿了。你和爹就那2件破布衫都快洗烂了，必须给你们做。行，那就给你和爹做。前天下的套子抓了只小鹿，刚在镇上卖了，这是剩下的钱。要是成年大鹿，一整只就能卖1两银子呢。居然足足有300文，买完果腹还能剩这么多，加上我之前抠抠搜搜存的100多文，离过年没几天了。有了这笔巨款，终于能置办点年货，过个肥年了。既然这样，这几天你就别进山了，马上过年，在家歇几天吧。行，本来也打算歇2天。你想不想回清溪村？明天带你回去。真的？2个月没回了，知道你想爹娘，我背你。不用。他左胳膊上还有道血淋淋的伤口呢，我死活也不能上去。你快把我放下来啊！等下伤口真裂开了。担心我？你先把我放下来，用的右边，弄不到左边的手臂，自己的手臂也不上点心。你上心就好。担心我？我才不担心你呢。你先把我放下来，用的右边，弄不到左边的手臂。你走前面吧。不要，他又不是什么吃人怪物，不就是脸臭了点，块头大了点，至于吓成这样吗？都被当空气了，怎么还有脸笑？简直没心没肺！哎，你们看到陆家那丫头了吗？看到了，我的老天爷，她男人壮得像头熊，看着都瘆人。老陆真是老糊涂了，闺女那么娇气，嫁给这种糙汉，挨一巴掌，估计半条命都没了。可不是嘛，平时装的拿闺女当心肝宝贝，到头来还不是眼皮子浅，贪图彩礼把人卖了。听说男方给的彩礼丰厚的很，本来还挺眼红，现在一看拉倒吧。哪天这莽汉发火，陆家全家都得跟着倒大霉。8成是，刚才我看他脸拉得老长，见了我连个声都不哼。才嫁出去2个月就被赶回来，真是丢死人了。村西那打光棍的李老头这下有戏了，反正这没人要的丫头也配不上好人家。之前是听说村花嫁了个壮汉，但打死也没想到壮得跟座黑铁似的啊！这哪像2口子？村花娇滴滴的往这尊铁塔旁边一站，要不是头上盘着妇人发髻，简直就像是领着个闺女出门。妈的，差点被这孙子当枪使，还以为真是外地人砸场子，这都给老陆家当女婿了，算哪门子外村人？散了散了，咱们可不像这窝囊废，把活全推给老婆干，地里还有一堆草等着拔呢。
帮手全跑了，借我1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跟这头活熊叫板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你就跟他成亲了？他是谁？是哪里人？家里都有什么人？你成亲这2个月过得怎么样？大哥，你问这么多问题，我先回答你哪一个？每一个都要回答，你快跟我说啊！那李婶说爹为了聘礼才将你嫁了出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爹最疼你，怎么可能会为了聘礼将你草草嫁出去？怎么会？你怎么会相信他的话？和徐安成亲是我自己看过后同意的，爹没有逼我。你如何认识的他？你怎么会同意？是他们自己上门来提亲的。见到他人，我才发现我见过他。他就是1年多前救了爹的人。是他？就算是他救了爹，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感谢他，何至于要你嫁给他？是不是他挟恩图报？你跟大哥说，大哥给你做主。给那个赔钱货花20文医治，绝对不可能。可若是不治，也不知道那小东西还活不活得下来。且若是把这怪病传染给我们一家人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但这病要花20文铜钱医治呢，我可千万不能被传染了。大妞是你的女儿，既然是你提出的合理，大妞你得自己带走，我们陈家才不养这么个赔钱货。你们刚刚不是说大妞不让我带走吗？怎么，听说她可能有传染病后，你们就不要了？你们怎么就能这么心狠？你别给我说那么多，生了个赔钱货，也只有你一天当个宝。既然你那么喜欢，你就自己带走，以后他是死是活都跟我们陈家没有关系。万千星辰，终究不及眼前人。下次不可以这样了。什么？不能利用你的脸蛋儿去迷惑别人。你生气了？天儿，新年快乐！我生气，但我为你欣慰。至少，你学会了利用自己的优势达成目的。陈家的人太过分了，李翠怀着身子瘦得一把骨头，摇摇欲坠的，太惨了。还有呢？那个陈老伯骂我，骂你什么？反正不好听。不过看他今天的情况，以后怕是没机会再骂人了。我娘教过我，在村里生活可以善良，但一定不能被动受欺，不然欺负人的人就会源源不断。爹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大过年的，你一个人在家怎么行？我就不去了。你是回娘家，我去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没事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也习惯了。你们快回去吧，别让你爹娘等久了。真不去？不去！你放我下来！你先在家等着，我把爹送到陆家后再回来接你。为什么？我跟你们一起走不就行了？那段小路杂草丛生，倒刺密布，走的话会划烂你的衣裳，还会划破你的肉。那我在家等你。我这身上真是毛病无数，又懒又怕疼，还爱哭。算了，衣裳弄坏了我会心疼死的。哼，原来也有能让他克制住懒病的事。陈家的人太过分了，李翠怀着身子瘦得一把骨头，摇摇欲坠的，太惨了。
还有呢？那个陈老伯骂我，骂你什么？反正不好听。不过看他今天的情况，以后怕是没机会再骂人了。我娘教过我，在村里生活可以善良，但一定不能被动受欺，不然欺负人的人就会源源不断。爹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大过年的，你一个人在家怎么行？我就不去了。你是回娘家，我去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没事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也习惯了。你们快回去吧，别让你爹娘等久了。真不去？不去！你放我下来！你先在家等着，我把爹送到陆家后再回来接你。为什么？我跟你们一起走不就行了？那段小路杂草丛生，倒刺密布，走的话会划烂你的衣裳，还会划破你的肉。那我在家等你。我这身上真是毛病无数，又懒又怕疼，还爱哭。算了，衣裳弄坏了我会心疼死的。哼，原来也有能让他克制住懒病的事。你怎么这么快？往常单趟就要半个时辰呢。怎么了？好漂亮，好香，哪里来的？山里。这么一会儿，你还去了山里？爹呢？爹已经送去了你家里。从山里走近路到清溪村，只要1刻钟的时间。近这么多？想不想走走？这里就是徐安每日待的最多的地方呀。其实我不怎么怕，在他宽阔的背上特别有安全感。我知道他会保护好我，只是听到异响，下意识的反应罢了。怕？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怕吗？忘记了。怕。你几岁开始上山的？14岁。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爹，徐安，你为什么每天都要跟人打架？你的力气如果多的用不完，就给我上山去，不要整天给我惹事儿。啊，抱歉，抱歉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还敢不敢私自上山？说！徐安，你就这么犟吗？爹，我今天打了一只野鸡。罢了，我管不了你。徐安，射伤，陷阱，找猎物照顾。这么早，爹也放心吗？我以为你至少是18岁成年了之后才开始上山的。山里的草丛不安全，不仅有虫子，还有可能有蛇。那怎么办？忍一会儿。去吧。这么害羞？你别说了。
这里怎么有这个茅屋？我18岁的时候搭的。这四面漏风的地方比山下冷上数倍，我一个人来待1刻钟都待不了，他却把住一晚说如此平静。上次带东西回去，阿娘念叨我半天，她让我们想家就回，绝不许再带东西，不然她要翻脸的。空手回去不合规矩。粮食能熬到明年秋收就行，绝不能委屈媳妇儿。大不了我自己多喝几碗清汤寡水。那咱不回去了。怎么就不合规矩了？我娘都让你把她当亲娘了。别看我娘平时温温柔柔，撒起泼来我爹都得跪下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今天绝对不回去了，省得我娘又掐我胳膊。媳妇儿居然学会忽悠人了，就丈母娘宠她那股劲儿，估计她从小到大连被打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。哎呦，哪个瞎了眼的敢砸老娘？找死是不是？哎呦，陆家老三回来了呀！这一趟出远门，可真够久的。你刚才乱嚼什么舌根？心里早把你骂了800遍，但这小子是先生眼前的红人，得罪了他，我那2个正在私塾读书的儿子铁定没好果子吃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就是几个老姐妹随便唠唠嗑。女孩家名节比命还重，你们就算再蠢，也该知道名节杀人。我家妹妹清清白白还没成亲，你用这种脏水泼她，究竟安的什么歹毒心思？没成亲？你家妹妹还没成亲，你居然不知道她2个月前就嫁人了？不仅嫁了，你爹为了那点彩礼，活生生把她卖给了一个膀大腰圆、力大如牛的糙汉，长得那叫一个凶神恶煞。你是没见过，你那妹夫胳膊比你妹妹大腿还粗，就你妹妹那身娇肉贵的，挨一拳怕是直接咽气。你胡说！我爹怎么可能为了点彩礼把妹妹推进火窝？我可没瞎说。今天他们俩刚好回村，你妹妹脸色煞白，估计是被那糙汉打完退货了。早就劝过你们别把丫头养得太娇气，丫鬟命公主病，现在被赶回娘家了吧？彩礼飞了，成了破鞋，以后想嫁人都难喽。婶婶不好了，哥哥在村头跟李婶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大哥回来了，大哥不会打架，肯定要挨揍的。我去看看，你别急。小安，你去了狠狠削他，出事了娘给你兜底。好。别以为读2本书就能上天，老娘今天非扒你一记，非扒了你的皮！没事吧？这种压迫感，完全对得上村里的传言。难道妹妹真嫁了？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家暴男？先将就窗会儿。杀千刀的李招娣，你敢动我儿子？读书人的脸也是你能抓的，你拿命赔都赔不起！别嚎了，疼死我了！快撒手！我撒你奶奶个腿！欺负我儿子，当我们老陆家死绝了不成？
么多年没见，老娘的战斗力依然是清溪村的天花板啊！这老泼皮到底放了什么狗屁，能把你气到跟他动手？自己在村里已经算高个了，站这人跟前居然还得仰视。妹妹那小身板，跟他说话脖子不累吗？就妹妹那懒到骨子里的性子，怕是连这男人的全脸都抬头看清吧？哼！我刚进村就听他在满嘴喷粪，说你们把田儿嫁给了一个莽夫，还说田儿今天回村脸色难看，肯定是被夫家打了一顿退回来的。而且，到底还有什么？磨磨唧唧，快放！这老娘们还撺掇那个李老头再来提亲，说反正田儿已经嫁过一次，成了破鞋不值钱了。今天不撕烂这张喷粪的臭嘴，我就不配他娘！谢得好，就该把他那张臭嘴也一起卸了。这糙汉女婿看着比我火气还大，这眼神，连我这丈母娘看了都心里犯怵。不过，乡下地方不能软弱，必须一次把人打疼打怕。为了田儿，连脾气最好的成儿小时候都没少跟人拼命。敢往我闺女身上泼脏水，就是活该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，又在背后乱嚼什么舌根？这张嘴就不能消停点儿，天天给我惹祸！哼，乡下女人本就命苦，这村里打老婆的混账一抓一大把，就属这男的下手最狠。我儿子还在人家学堂里念书呢，以后万一他当了教书先生，可千万不能得罪。嘿，陆先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蠢妇回去，我一定狠狠收拾她。兄弟啊，别跟你这老婆一般见识，她就是个没文化、乱说话，你别当真。气也出了，人也打了，这破事只能就这么算了。毕竟一个村住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还不给我滚回去！我的手被那煞生废了，不接上回去怎么伺候你？谁干的？这要是找郎中接骨，得花10个铜板呢。揍你一顿也就罢了，废了你的手，谁给我洗衣做饭？就是这个活煞星！刚来时我就瞥见了这尊铁塔，看着面生，还以为是别村来看戏的，原来是这外强人下的黑手。村里人平时再怎么闹，遇上外地人，那绝对得一致对外。你混哪里的？跑我们村撒什么野？识相的，赶紧把我媳妇儿胳膊接好，不然今天你休想踏出我们村半步！看什么看？我们村可是出了名的抱团，你废了我老婆，必须掏汤药费。我也不讹你，拿100文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乡亲们快来呀！外乡人跑到咱们地盘上欺负人了！小子，别以为你块头大就能逞能，我们这帮兄弟一人一脚也能让你趴下。赶紧过来接骨，乖乖把钱掏了。这大老爷们儿压根没见过，哪儿来的煞神？你们想干嘛？丫头，这外村人谁呀？当初陆家丫头出嫁极其低调，只请了几家亲戚，摆了2桌。咱们压根儿不知道新郎官长啥样啊！他是我男人。
自从爹徐成才瘫了后，娘也跑了，那些小孩笑话我没爹没娘，迟早饿死，我只能咬着牙靠自己硬气的全部打回去。后来体型越来越大，就再也没人敢惹我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挡在我的身前。这次就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，下次还让我听到，就没这么容易算了。至于你的手，你就自己去找郎中给你接吧。若是不服，你大可来找我。哼，怎么？你不是要让我家女婿出不了清溪村吗？怎么现在这么怂了？瞧您说的，我这不是也不知道他是您的女婿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各退一步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回家。干什么？我必须得找他们问问清楚。我不过才大半年没回来而已，妖妹怎么就嫁人了？还嫁一个这么……说她面色沉冷吧，刚才我明明看到她对着田儿傻笑。她把外衫脱给我穿，说她热心吧，可她看我的神情怎么也跟热心搭不上边。我最疼的妖妹竟然嫁给了这样一个人。田儿若是被这样的人欺负，我别说帮忙了，肯定得比田儿先被打倒。毕竟他高一点，拳头砸下来更好下得去手。你那一手卸腕子的功夫好厉害啊！你能教教娘不？我若是学会了，以后看谁还敢在背后嚼陆家的舌根儿。其实很简单，你握住他的手腕，然后……不是，他都没提过救了阿爹的事情，是我自己认出来的。且他说了不介意我的懒病，成亲后也会对我好，我才同意了成亲。你就信了？大哥不是跟你说过，男人的话信不得，他万一就是说甜言蜜语骗你呢？大哥，你看他救阿爹的态度就能看出来，他的为人不差的。而且成亲以来，他确实对我不错的。他是哪里人？就隔壁小河村的。倒不是太远。家里都有些什么人？只有他和一个爹两人。没有娘？妖妹本就比一般人懒，若是家里没有个女人，那家里的事情谁做？徐安爹爹打猎摔断了腿后，第3年他娘就跑了。你千万不要在他身边提他娘的事情。虽然徐安看上去好像不在意他娘，但他只是面冷心热，心里肯定也是在意的。你等等，意思是他不仅没有娘，爹还是个摊子。你小声点啊！我不同意！你怎么能嫁到这样的人家？嫁过去伺候他们爷俩吗？爹娘都是怎么想的？竟然会同意？爹是不是看在了他救了自己的份上同意的？他的恩情难道要让你搭下去还吗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爹什么为人你还不知道？这门亲事是我自己点头同意的，且你怎么能以表象判定别人的家庭呢？难道因为身在这样的家庭，许安就不能娶媳妇了吗？我嫁过去已经2个月了，根本不存在你说的去伺候他们爷俩。许安一个人包揽了家里所有事情，甚至还包揽了我的事。许安家不是我的负担，我反倒给他增加了负担。田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说他这样的不能娶媳妇儿，我只是心疼你。别人我管不着，但田儿是我打心眼里疼大的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他去跟着受苦？我知道大哥的心情，你放心吧，他对我挺好的。真没看出来，他那样的人竟然能做到这地步。毕竟他长着一副稍不如意就能随时一拳打下来的模样。不过，刚刚他来拉架时还很平静，可一听到我复述李婶骂田儿的话，他的脸顿时就变了，
动作比娘还快，直接把李招娣另一只手也卸了。看来他应是在意田儿的。其实若不是他家庭太差，找个徐安这样的人也不错。田儿自小生得美，我总怕她嫁人后夫君保护不好她。但就凭徐安的块头和今日见到的身手，我至少不用再担心这点。罢了，事情已成定局，田儿看起来也确实过得不错。对你好就好，你记住，大哥永远在。打不过他，若是他对你不好，你就来找大哥。大哥虽然打不过他，但总归拼了这条命也得教训教训他。大哥，我知道大哥最疼我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和他一起把日子过好的。你也争取早点给我找个嫂嫂回来。好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出去一趟回来，幺妹就嫁人了。我大哥肯定又给我带了他去过的地方的新鲜玩意儿。上次他回来给我带了一个簪子回来，可好看了，不过被我搞丢了。真想让田儿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，但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这个时候提出来，实在不合适。回去路上慢点儿。什么样的？上面有一颗小小的红珠子，下面掉了2条穗。那颗珠子特别漂亮，我们这儿丢失人的都簪子，我们这儿都没有那么好看的款式。爹，哎，这么早就回来了呀？爹吃过晌午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嫁过来这2个月，爹每次看到我都会露出这样憨厚的笑。爹的腿治不了了吗？不知道，镇里的大夫治不了。前几年我打猎攒了些银子，给爹找了很多个大夫，但他们看了都摇头。后来爹就不让我这么挥霍银子了，找了他也不配合。其实镇上的大夫我已经找遍了，都无能为力。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怎么给我也做了衣裳，给你和徐安2人做就好了。爹，上次徐安打到了一头幼鹿，赚了不少银钱，正好过年你也该换新衣裳了，你别心疼银子。爹，我给你试试。爹每天坐着活动小，容易犯冷，这件保暖好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好。爹穿这件衣裳真好看。爹，你穿上这身，气色看着都好了很多，年轻了10岁呢。哈哈哈，陆丫头嘴真甜。哈哈哈哈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昨日在村西头碰见陈老头，他那副显摆的嘴脸和田儿的孝顺真是没法比。哎呦，你是不知道呢，我家那儿子可孝顺了，前日挑了一担蜜了针上，还了一担厘米糊来，宁愿吃的差些，也要剩下钱给我做新衣裳呢。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宁愿把地的菜卖了吃野菜糊糊，也要置办行头显摆。苦了家里人，大贤妇还怀着身子呢，跟着吃粒米糊糊受罪，这哪是孝顺，简直是愚孝。哎，你家儿子今年不也娶媳妇了吗？往年你家就2男人，日子过得糙也就算了，这下终于有了女人持家，怎么你还穿着这2件都要洗破了的衣裳？这都要过年了，你家儿子媳妇没有给你置办新衣服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女人啊，就是不能惯着她。若是还那么不懂事儿，你让徐安教训她，
就你家儿子那样的个子，保管2拳下去，他就得乖乖听话，连公爹都不孝顺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昨日我没想过田儿会给我做衣裳，怕反倒给他招黑，所以才没反驳。但今日田儿给我穿上的这身，比陈老头昨天显摆的不知道好上多少倍，真想穿着这身去他门前转转。打媳妇儿这种事儿，我没做过，也绝不会让小安这么做。呸！活该摔断了腿。可惜我的腿不能走。小安在灶屋忙活，准备晌午饭，总不能让他背着我出去转转。我给爹穿上了新衣裳，他可高兴了。你选的衣服好看，我给你选的就不好看了？也好看。那你怎么不穿？我都换上新衣裳了。一会儿再穿。这是做什么？包点饺子。饺子，白面的价格比糙米都贵，一般人家也就过年才能吃一次素菜饺子。我都好久没吃过饺子了。好厉害啊！我也想试试。这是为什么？在你手里明明简单的很啊。干开里面会有一些湿润，先撒点干粉在上面放蘸。他靠得太近了，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以为我动作快就没人看见。你干什么呢？这还在灶房，若是有人经过，隔着窗户都能看到。去外面等着，饺子煮好就开饭。嫂嫂，村头有人耍戏法，我们一起去看啊！什么戏法？杂技，特别厉害！我看到那人在一个特别大的钢圈上面走，走啊，我们去看。牛眼儿，这是谁呀？我嫂子呀！你嫂嫂？你家大哥何时成亲的？不是，是我徐大哥的媳妇儿。哦，徐安的呀。平时只听说徐安找了个很漂亮的媳妇儿，但他极少出门，村里好些人都没见过。这会儿一看，果然传言不虚啊！没想到徐安倒是个有福气的，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。你是哪个村的人呀？清溪村的。就我们隔壁那个村，那挺不错的。这女娃子长得可真漂亮，都不像是村里的人。就是，这皮肤真好，看得我一个女人都想上前捏2下了。长得再漂亮又怎么样？没有孝心，
过年了，将自己打扮的那么好，都舍不得给自己公爹制一件衣裳。哎呦，陈老哥，这是又制了一件新衣裳啊！这布料看上去真不错。那是，这可是我花了5文钱买的料子，找的都是老师傅做的。难怪呢，这料子看上去就好，穿在你身上真合身。谁说不是呢？本来我还嫌贵不愿意，但我家儿子有孝心，推都推不掉。我家儿媳也孝顺，怀着身子都要去挑水挖地。我晚上洗脚，她都要将水给我端来，吃点好的都紧着我先吃。我那儿媳可不敢穿得花枝招展的出来，嫁了人没个嫁了人的样子，也不知道穿这种衣裳出来是要勾引谁。怀着身子都要去挑水挖地，我晚上洗脚，她都要将水给我端来，吃点好的都紧着我先吃。我那儿媳可不敢穿得花枝招展的出来，嫁了人没个嫁了人的样子，也不知道穿这种衣裳出来是要勾引谁。陈老伯，你说谁呢？你好意思说？我阿牛嫂怀着身子，你都还让她去给你挑水，若不是你逼着她去，她会去吗？你个女娃子懂什么？她怀个身子有什么？哪个女人不怀娃呀？娃儿啊，阿牛他娘怀他的时候不一样，每天都要挑水、做饭、洗衣服、种地，样样都干。陈老伯这是想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这赔钱货竟然这么说我，还懂不懂什么是尊老爱幼？我可不得替他爹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不敬长辈的后果。你算个屁呢！就你还想当我的长辈？你看看你有个长辈的样子吗？我阿牛嫂怀着身子被你搓磨的只剩一把骨头，你倒好，整天在外面炫耀，谁不知道你家穷的连颗米都见不到了？爹，别说了，我们回家吧，你回家休息休息。走什么走？你个女娃子懂什么？你阿牛嫂吃的好得很，为了她这胎身子，我们老陈家将好吃好喝的都先紧着给了她。她今天晌午还吃了2碗白米饭，我们可对她好得很。她身子骨轻，是她自己吃了不长，这怪得了谁？家里明明还剩的有米有菜，可为了你可笑的面子，阿牛就把白米拿去换了难以下添的粒米，地里种的小菜也被卖掉，一家人只能吃野菜糊糊度日。我嫁到陈家一天好日子没过过，你竟然还说中午吃了2碗白米饭！哼，我中午连粒米稀粥都没喝饱，哪里来的白米饭？说我消瘦是我自己吃了不长，这意思莫不是还说我白白浪费了粮食不成？你说什么？你又知道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阿翠嫁到你们家6年了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，好不容易给你们家生了一个闺女，你嫌弃是生的赔钱货，紧接着就马上催她生下一个。我们没有。她生老大的时候坏了身子，本来就身体娇弱，结果你们不顾她的身子，才过2年又让她怀身子，这就算了。她怀着身子，你让她挑水煮饭，她都7个月的身子了，你竟然还让她给你端洗脚水，挺着那么大的肚子跪在地上给你洗脚，这就是你说的对她好吗？你自己爱面子，就让全家都吃不饱饭。为了你身上那件破衣裳，家里唯一的1担米，你都让阿牛背去镇上换了粒米，其余的卖了给你买衣裳。你不为别人，竟然连你那还没出生的孙子都不顾！你也不看看你那副尖酸刻薄的样子，你身上的衣裳穿得再好，也掩盖不了你骨子里的恶臭。
爹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李苗花，你别说了，你想将我爹气个好歹出来吗？怎么许你陈家做得出来，不许我说？我偏偏就要说。还有你也一样，长得个5大3粗的样子，结果私底下竟是个没有主见的愚孝男。你既然对你爹那么好，你就自己赚银子生你自己的口赏啊！阿翠都怀孕7个月了，一锅稀粥你们一家几口就喝了个干净。等她挑完水回来，你竟然就只给她留了半碗米汤。你也是真做得出来！她怀着身子饿得都快晕了，你竟然还说她是装懒不想干活，你们陈家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李翠，你还不让他住嘴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家里的什么毛病？见事情你都想外说。我的泪早就在陈家流干了。我生第1胎时就不容易，这胎到了7个月，身子成了这副样子，能不能挺过生产的那关都难说。我早就受够了陈家，今天索性破罐子破摔，撕碎你们这虚伪的面目。让他说！你说什么？李翠，你反了不成？你别忘了你是谁。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陈阿牛，你当初娶我时明明说了会对我好，照顾我，结果这就是你说的照顾我吗？我从嫁过来就任劳任怨，想着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总能将日子过好。结果你呢，让我伺候你们一家老小就算了，我辛辛苦种出来的菜，你说卖就卖了。你宁愿拿去给你爹做衣裳，也不愿意让你女儿吃饱一顿饭。他一个赔钱货，吃那么饱干什么？我爹说了，儿子才是真的，女儿以后都要嫁到别人家里，有2口吃的吊着就行了。你爹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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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么都是你爹说，你离了你爹就活不了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就你这样的还要跟我和离？你别忘了，你娘家都已经死绝了，你离了我，你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还和离？信不信我一封休书扔在你的脸上？你看看你被休了，还有没有人要？陈阿牛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就是看到阿翠没有娘家人的份上，才敢这么欺负她？她跟你和离了，怎么没有住处？你别忘了，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是阿翠娘家的。你们陈家的房子早在4年前就垮了，我说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垮了？我看就是你坏事做多了才垮的。笑，极其嚣张。房子？什么房子？那就是我老陈家的房子。恶狠地盯着跟我过了。他若不想跟我过了，家里没有一样东西他能带走。你无赖！李翠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若是真的不和我过了，不仅家里的任何一样东西和大妞你带不走，你这胎若是生了个儿子，你也得给我们陈家送回来。当然，若是个闺女，那就送给你了。家里已经有个赔钱货就够了。陈阿牛，你竟然这么无耻！你不仅占了我娘家的房子，你还占了我娘家的地，这些你竟然都想据为己有吗？什么叫据为己有？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你别忘了，那些东西都是随着你的嫁妆过来的。自古以来，你听说过哪个被休妻的下堂妇能带走嫁妆的？哎呦，阿牛媳妇儿，你别动气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怀着身子呢。是啊，阿牛媳妇儿，你就跟你家阿牛道个歉，这个事儿就算了吧。哪家过日子不是这样过呢？就不要想和离的事儿了。对呀，阿牛媳妇儿，你别想不开。看着阿翠被逼成这样，我的心惊揪着疼，像是要撕裂了般。你想要和离的心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又能怎么帮我呢？除了房子和田地，还有什么是你从娘家带过去的？或者，你还想要带走什么？还有大妞，他们一家人都不喜欢大妞，我不放心让他们带，不然大妞迟早会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。如果能带走大妞和房子和我娘家的地，我一个人就能将他们养大。只要他们答应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
我可以帮你，但是你要配合我。不管我说你什么，你都不要往心里去。你要想着，我只是帮你带走你的东西和你的女儿，你能不能做到？好。你想要休妻？我是想休妻。那李翠现在瘦得一把骨头似的，没有一点情趣，我早就厌烦她了。索性今天借着由头将她休了。历来休妻都有个理由，不知道他是犯了哪一条啊？他犯了，这让我怎么说？平心而论，李翠到了我家任劳任怨，侍奉公婆，确实挑不出什么错出来。什么？国法有明，妻子未犯妻出之罪，不可休妻。若实在过不下去，方可和离。你既说不出他犯了哪一条罪，便不能休妻，只能和离。那便和离。当真？决定了。当真，决定了。我大哥是陆成，相信你们听说过，他教我识了些字。不如我就帮你们写一封和离书。村里大字不识几个，要是没这识字的美人帮忙，我还真连个和离书也写不出来。放心坐。我和小安在路上耽搁了会儿，刚过来陈家就吵翻了天，这到底唱的哪一出？你确定要和离吗？要。心脏总算缓和了些，刚才紧张的都缩起来了。记得等会儿配合我。既然已经和离，你们同李娘子便不是一家人了。只是李娘子刚刚跟我说，让我转告你们好好照顾大妞。那赔钱货马上就快3岁了，留着她刚好能帮家里干活。爹说了，生儿子才是正道，女儿有一个帮忙做事就够了，生多了无用。不过，你们照顾的时候可要小心些。因为什么？我本不想告诉你们，但都是一个村的，我还是给你们说了吧。到底怎么了？刚刚李娘子跟我说，你家大优好像得了个什么传染病，她脖子底下长了好些恶心的疙瘩，时间长了还会化脓包，怎么也治不好。起先大家都以为是被虫子咬的，没想到因着李翠每天照顾大妞，她自己的脖子上现在也长了好些脓包疙瘩。传染病？你也别担心，有可能也不是传染病。不过你们照顾大妞的时候最好注意点，这病应该不致死，只是长了那些疙瘩会有些难受。你们可以带她去镇上的郎中那儿看看。我曾经听我大哥说过这种病，说是叫个什么痘，去了镇上开几服药，20文钱就能医好。多少？20文？我们全家现在连饭都吃不起了，何况是拿20文出来给那个赔钱患医治？你们想要这大妞大了给你们干活，这会儿听到她治病要花20文，你们就不要了。你们这么善变，我如何相信你们？你想要怎么样？除非你写下断亲书。写就写，就那么一个赔钱货，也就你当成宝。还有我腹中的孩子，你也要一同写上。不行，若是你腹中是个儿子，是必须要归回陈家的。若同样是个赔钱货，我陈家才谢得要。咬牙冷笑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干干脆脆一个也不要。大妞你也自己去医，若是你舍不得治，就让她那样，看你陈家受不受得对自己女儿都见死不救的口水。刚刚才和离，他的性子怎么就如此大变？往常他何时敢跟我这么说话过？你们自己考虑，要不一个都不要，要不都要。答应他。爹，就他那身子，这胎到底生不生得出来都不知道，何况也不一定是个小子。
凭我们家的条件，你再找一个还不容易，何须还让后来的媳妇儿做这后府多生矛盾？对哦，心生好狠毒的心，他们竟然对自家的亲骨肉都这么诅咒。那就还是我为你们拟断亲书吧。当初我嫁人时，我娘家给了我3分地作为陪嫁，后来他们都出了意外，加上陈家的老房子被山洪冲垮了，我便带着他们搬进了我娘家的房子。我娘家留下来的还有1亩田和7分地，现在都被他们拿去种了庄稼。他们现在所用的，连一双碗筷都是我之前娘家留下来的，我要把这些全部收回来。我娘生了我后坏了身子，便只有我一个女儿，谁知嫁了人竟被人这么对待。过了这么多年的地狱生活，我都不敢想，若是我娘在天上能看得到，该得多伤心。阿翠别哭，你放心，以后你生了小孩，我照顾你，我们剩下的日子把身子养好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出意外的。我一天天只知道哭，不知道哭个什么，晦气。你说这些你全部要收回去，你怕是在做梦吧？现在这些可都是我陈家的东西，而你已经跟我们陈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所说的，你一样也带不走。能不能带走，可就不是你说了算了。这女人笑得这么好看，我怎么觉得后背发凉？这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本就是她娘家的东西，她自然能带得走。你说的个屁话！那都是她带过来的嫁妆，古往今来哪有被休了还能带走嫁妆的人？陈老伯莫不是年老记性差？他们刚刚签的可是和离书。根据大武律例，协商好了和离的人，男方需原数退回女方的嫁妆，女方原数退回男方的聘礼。他家可是给了你家什么聘礼？没有，他家连1担米都没给我家送过。不对呀，陈老伯，你当初不是说娶李娘子时给了50文钱和2担米作为聘礼吗？怎么现在李娘子的意思是你家什么也没出就得了个媳妇儿啊？对呀，我也听到陈老伯说过，说他家为了娶媳妇儿可大方了。对，也跟我说过，当时还害得我好一阵羡慕呢，还想着该把自己的闺女嫁过去。天老爷呀，还好没有哦。怎么，被拆穿了，生气了？大话说多了，你自己都相信了吧？你不管你怎么说，你要和离就和离，但东西你一样也别想带走。陈老伯，难道你连大武律例都想枉于了吗？我可是听我大哥说，战乱平定下来后，上面对民生关注的紧，若是发现有人侵占别人家财闹事的，被抓到，可是要处以绞刑哦。你胡说，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我怎么侵占他的了？何况这可怎么犯得着绞刑这么重的罪？有没有这么严重？不若我们报个官试试。你，好啊你跟那婆娘串通好了的是不是？先是哄着我们签了和离书，这会儿才来撕破脸开始抢东西。怎么能说是抢呢？李娘子这是拿回自己的东西罢了。李翠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阴险歹毒！你若是将房子和田地收了回去，我们一家还怎么生活？你一个女人要这些做什么？自己随便找个山洞凑合就得了。你让我一个有着7个月身子的人带着大妞去住山洞？陈阿牛，原本我以为你只是有点愚孝，没想到你的心竟然这么狠切无耻！你问我把房子收回来了，你们一家怎么生活？你自己不说了，可以去住山洞啊！我告诉你，那个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娘家的，你连1只碗都别想带走！你休想！要住山洞你自己去住！你确定不还？被处以绞刑也不怕？你根本就是在吓唬我！
这点事儿怎么可能会处以绞刑？至多关上几天，关了也就关了。看来大武的心律你还没看过呢。前年大战之后，为了平复动乱，当今圣上制定了分封制。为了防止一些人欺善怕恶、趁乱抢掠发生暴乱，特意加重了刑罚，以儆效尤。你们确定要李娘子报官，让官府处理？我就阿牛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就是我的命啊！陈家还没出一个带把的孙子呢。若是阿牛因此被绞死了，那陈家岂不是要绝了后？快，你快去跟你媳妇儿认个错！一家人过日子难免磕磕不畅，何至于闹到和离的地步？大妞他娘何至于这样？你把和离书撕了，今天的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。我们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们老陈家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就是阿翠，我们不和离了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你把那和离书撕了吧。陈阿牛，我怎么不知道你竟然还有这种变脸的功夫？你的脸变得可真快呢。刚刚不是还硬气让我去住山洞吗？怎么轮到你们就住不得了？想让我把和离书撕了，当从没发生过？不可能！你们最好快点回去收拾你们的东西搬走，否则别怪我在除夕天报官，让你们年都在大牢里过。你啊！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李翠，你看你把爹都气成什么样了，你还要把他气死吗？一报还一报，我刚刚不也差点被你们气断气吗？刚刚那种被逼到吐血的绝望，我现在还能感受到。大妞，嫂嫂，我过去的时候他就在家里睡觉，我直接翻墙进去给他抱出来了。做得不错，等会儿我给你拿好吃的。一个赔钱货，也就你当成宝。不对，大妞脖子上根本没长疙瘩。你骗我！大妞根本没有传染病。我说的是大妞可能得了，我也没说肯定有呀。你跟李翠串通好了的，你就是为了红货签下断亲书，是不是？啊！你放开我，要断了，手要断了。你想要干什么？你先放开我！你们什么时候从李娘子的房子里搬走？我为什么要？搬！我搬！你的和离书和断亲书尽快去官府盖上印，以后你就是自由身了。接下来好好将身子养好，日后才好生产。谢谢你，多亏了你。若不是陆田，我根本斗不过无赖的陈家。大妞若是被留在陈家，更是死路一条。这份恩情，我李翠做牛做马也还不清。小团子，小团子忘了小姨了吗？小姨伤心了。
阿娘。哎，别哭别哭，小姨跟你开玩笑呢，小姨错了，小团子别哭。小团子，这是小姨，你要叫什么呀？小姨。哎呦，我的小团子怎么了？谁给你委屈受了？跟外祖母说，外祖母给你做主。小团子是看到徐安吓哭的。我来杀。哎，好，这人就是不能对比。陆巧嫁出去也有3年多了，大女婿回来这么多次，从来没说来造福帮过忙。一个种地的自没认识几个，骨子里却是个大男子主义。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一句君子远庖时，就用这理由推脱着从没进过造访。成亲这么多年，来家里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他不愿意来，也不高兴陆巧回来。和许每次来都带了东西相比，大女婿能提2个红薯来都是高高的大方了。若不是大女婿嘴巴会说，哪里会哄得大女儿嫁给他？结果嫁了之后，人就大变了态度。再看徐安，虽然沉默寡言，但对我们和对陆田的态度，大家都看得见。果然，人还是得图看得见的东西。这还好，小外孙女看不到，不然那小金豆子今天怕是止不住了。怎么做？一半用来炖汤，一半用来红烧。陆老哥和乔嫂子莫怪，徐安打猎这么多年，处理习惯了，动作粗鲁吓到你们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这怎么能叫粗鲁？徐安的动作利落着呢。这老徐家以前靠打猎的日子还行。徐老弟，吃菜。到了这儿就是到了家里，千万不能客气。好好好。平时在家吃饭狼吞虎咽，弄出好大声响，今天怎么慢得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你干什么？拢共就那么些肉，你要一个人全吃了吗？我不能吃吗？这做出来不就是吃的吗？要是我不能吃，我还跟你回来干什么？小团子别怕，外祖母在呢，没事哈，没事。你吼什么？好好说话不行吗？小团子都被你吓到了。我吼什么了？好好吃着饭，你撞我干什么？不然有这一出吗？你难得一次回娘家，他连装也不愿意装个样子了。阿姐，先吃饭。好，你也吃。这大志对你怎么越来越变本加厉了？在这里都这样，回家了是怎么对你的？当初爹娘拼死反对，是我自己死活非要嫁过去，结果将日子过成了这样，不能让他们再为我操心了。没有，在家他也是这样的态度，他就是态度差点，其他没什么。巧儿，当初你要嫁给他的时候，我跟你爹就不同意。
但既然嫁都嫁了，到了这步也无法改变。这世道女子难为，日子清苦些还能勉强接受，但若是一家人不齐心，这日子是过不好的。一味的忍耐只会加重他的志气，变得越来越过分。嗑瓜子儿的功夫倒是不错。若不是怕阿姐在朱家的日子更加难过，我岂会次次忍着你？他对你大姐的态度越来越过分了。还不高兴？大哥，我心疼阿枣。当初大姐就不该嫁给他，她以为自己多厉害，若不是大姐那……大哥，我来挖会儿。你别动，我来。这样下去，怕是天黑也挖不了能装下他的坑。大哥，要不重新想个办法？谁在那儿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帮爹背柴，怕一会儿下雨，不让他歇着，帮他把柴先背回去。你们挖坑做什么？给朱大志准备的。靠他们，怕是天黑也挖不出来。我帮你们，只是给他个教训，要不要让他瘸只腿？别，只是想给他个教训而已。要是真瘸了腿，最后端屎端尿受苦的还是阿姐。对，教训一下就行。好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挖坑挖习惯了，经常布置陷阱。这有什么技巧吗？挖坑靠蛮力就行，做线才要技巧，得看你想让他死，还是想抓活的。所以我挖得慢，单纯就是因为我力气不够。做陷阱这么厉害的吗？还可以决定要活的还是死的？哎，你给我讲讲，万一以后我用得上。如果要活的，你就要让他进去了以后就跑不出来。挖坑的时候，向四周往里掏。有机会可以带你去试试。差不多够了。他这胸膛足有我2个宽了。虽说我算是读书人不能比，但这差距也太夸张了吧？你这身形都是怎么练的？跑山跑的。为了不让朱大志起疑，我翻过山坡，从另一面回去。好。林婶子家的橘子好甜啊，可惜就摘了1个，她就来了。等下我们悄悄再去摘2个。嘘，小声点，被爹听到又要念我了。去是可以，
不过要走到那条小路的尽头，你这会儿不犯懒病了？大哥，